我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S 少康戰情室。今天我們要專訪的是前國安會秘書長金溥聰金秘書長。你好。是。昨天我廣播訪問你哈，是。那後來好像還引起一些誤會哈，因為很多媒體說金溥聰說周美青跟馬英九分居，你說我從來沒有用分居啊，你還發了一個說明啊，要不要解釋一下到底怎麼回事？因為昨天晚上我一看到這個我就知道哇，這個事情不好辦了。因為啊，顯然是有人就用分居這2個字來影射這個馬總統抗離好像出問題這樣哈。其實不是這個樣子的哈，因為我很清楚馬總統家，我也去過他家，他們家是一個大家都知道馬總統是非常簡樸的，他還住在那個老公寓，他那公寓不知道幾十年了，那只是一個很小的，更不能叫雙拼，它是2個緊鄰在一起的幾乎，好，就一層有兩戶了，這樣是不是？對，這2戶2個是連，覺得像隔壁一樣這種的味道哈。那原來是一邊是馬伯伯馬媽媽住的。然後2位這個老人家先去了之後，那就變成，因為常常有這個馬大姐常常有這個姐妹們回來嘛啊，那他們都喜歡跟馬英九這樣要這個姐弟重逢，對，從小這幾個姐從小很關心這個弟弟，家人嘛，对，而且都是大部分從國外回來哈，所以那時候我就聽說就是這個美青姐就說她那先就搬旁邊，反正就開個門就出來了哈。所以我在講這個意思的時候，絲毫沒有牽扯到說他們是已經不在一起。我記得你沒有講到分居，沒有這樣講，絕對沒有這樣講。所以有人是刻意用這個標題。其實這一段時間我遭受這個標題扭曲，或者是標題扭曲是小事了哈。您憑空捏造事實再來攻擊的更多了哈。所以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哈，因為一出來哈，我就覺得我自己講的不夠清楚，因為那天我們2個其實都很累了哈，快要2個小時加廣告時間，而且還等了你半個小時。對。不過說實話了哈，每次有人問我都講說，如果主持人問一個問題，這個答覆的人讓人家誤會是主持人的問題。我講實話，沒有問題，是我自己口誤了哈。所以我這個沒有解釋清楚哈，所以讓人家覺得我講的這個方式好像就是指他們2個沒有住在一起哈。其實那個就叫住在一起嘛，而且我也有很多時候還2戶3戶還打通的也有嘛，就其實一樣的意思了。其實他們這種情況，我們找外面朋友也都知道嘛，有朋友也會去啊，都知道。事實上，現在很多夫妻他也是睡覺也是分房的，都是避免彼此干擾嘛，真是這樣啊。是啊，我也是分房，我太太嫌我會。其實大部分人都是分房，也許剛年輕剛結婚，也許還如膠似漆，之後基本上大概除非房子不夠大，沒辦法，我一般分房很正常，彼此不要干擾了。對，所以我特別就發了一個聲明哈，我覺得因為我的這個解釋不清，沒有當場說明清楚哈，會造成這樣的誤會。我相信他會對周美青女士造成很大的困擾哈，所以我在想說，我就特別發一個聲明，要鄭重的對馬英九跟他的家人跟周美青女士啊鄭重的道歉，好，真的這絕對不是我的本意，哦，我一時這個口誤啊，或者是口齒沒有解釋清楚，造成這樣，我也很遺憾。那天重點不在這裡，重點是說，因為媒體有說馬大姐到法院去提那個什麼宣告什麼東西，反正那個法院那個文件嘛。那當時呢，大家就好奇到底怎麼回事，對不對？那我的了解，馬英九打電話給馬大姐，馬大姐說她沒有到法院去。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結果後來我們去法院查，法院說要當事人才能查，所以馬英九親自跟法院通了電話，一查他們就說誰去的，他們說馬以蘭，就這樣。所以馬英九也大概那時候也去找周美青嘛，所以大概就產生你講的這個。但是我在講，後來我在想說，不是周美青去法院的嘛？不是，是馬以蘭去法院的嘛？對呀，是不是這樣？所以我就想說，你看我特別把這個當時他們那個聲明找出來，這邊這個周美青是說，已經委請馬以蘭女士擔任主要的執行者，啊，對外面也是這個馬以蘭，所以基本上周美青是委托馬以蘭，並不是當時外面有一個以為一個印象說周美青跟馬以蘭一起到法院去，所以叫做馬周去，後來不是，是馬以蘭自己去的，是不是？我也跟您提了，就是說這個還要再查證一下，就是說到底這個周美青女士知不知道馬以蘭跑去法院？因為這個裡面原來只是委托她照顧她嘛，對，這個也是委托你去法院好的，对啊，所以這個常常這個事風波以來啊，真是羅生門的事件非常多哈。這是我
處理這麼多過去這種新聞的爭議的時候，都沒有碰到情形，因為這一次的都很趕哦，就是捏造新聞啊，然後再大量的評論哈。我覺得這種帶風向的這種新聞是特別的多這一次，所以我們都是苦啊，而且我已經多少年沒有再重操舊業啊，必須要看新聞稿了哈。那所以我們都是一一回應啊。我想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這點我好奇哈，我知道你離開政治很多年了嘛，是都幾年了？超過10年以上了哈。好，那我也知道你晚上也不睡覺，把你自己心臟都搞壞了。沒有不睡覺了，只是剛開始操作你們叫什麼期貨期權？我是操期權。期权哈，聽說他賺了不少錢，賺了很多錢。你賺那麼多錢，這次還跟美帝的老婆周慧婷去越南度假，你幹嘛來管這些事情呢？你好好日子不過，難怪你太太會哭。我告訴你，任何人是你太太都會哭。你搞什麼？你為什麼搞這個？先說起來，我去做美股是老太太看我剛退休啊，太舒服了啊，就跟我講說，那女兒去念這個美國學校，私立學校很貴啊，學費要你負責啊。那對我來講就是個挑戰了哈。所以我就碰到一個以前政務官就講說，老師啊，這個美國台灣股那時候這個房屋貸款的利息非常低嘛，不到2%的都有。那你借了錢去房貸增加，到美股去闖天下啊？他說美國隨便一個 BBB 這種，那時候他是建議買那種什麼所謂的特別股啊，或者什麼很安全。他覺得我退休了哈，不要叫我冒險啊。可是我後來越來越兇，就是膽子越來越大，他都很緊張。他說老師啊，我帶你進來，如果你賠了我有很大的這個心理壓力。好了，日子真的就是過得很好，因為我覺得我是被政治耽誤的這方面的能力了哈，所以我做得很開心哈，因為它帶來的是成就感。日子過得很好，老婆也這個因為我能賺錢，這個你要知道家庭地位自然提升哈，所以我們家庭和睦啊，女兒這個都順利。我過的日子真的是大概在這事發生以前真的是快快樂樂，所以我們才會去越南度假。越南度假原來是小年夜前回來。後來打算說，那因為我玩得蠻開心，就是說機票再延一延哈，再回來。結果就接受到了電話，叫我們要回來。我就問說，是誰要我回來？他們說這是馬總統啊。誰打電話給你？他是找不到我，因為我在國外，我們都用 eSIM 嘛哈，這個有些的 eSIM 就是沒有辦法通了哈。他就找到我以前基金會同，他們只有我的 Line 哈，也有我的電話，但我電話不能用嘛，在国外。他就打來說找了好幾天了哈，然後我就問他說什麼事，他說這個馬總統希望我盡快跟他見面哈，那還加了一句不要告訴基金會的人，啊，那我說有誰見呢？他就說有高花柱委員，哈，那我想高花柱也是我的後任哈，管委會我就說一起，所以我們就決定不改機票就回來了，所以第二天就到了，沒有再延遲了，就沒有再延期去玩了，对，就 OK 就回來了，然後這個。就在馬總統家附近的一個很隱秘的地方，哈，就我還有這個高華柱、馬總統跟這個離職的這個員工姓蔡的哈，也是國安人員嘛哈。馬總統在那時候我那天也講了，他就非常有一點，我就覺得不太像馬英九，他有很高的不安全感的味道。他說我們這次一定要一擊成功，好，要一擊。這個達成目的這樣，那所以大家還商量了一下，就是說24號，好，為什麼選25號開記者會？因為那是快過年了嘛，哈，等過完年，好，等過完年，那正好高華柱講說他24號這個跟蕭旭岑有約，那高華柱就講說，他就約這個蕭旭岑說25號一起早上去團拜，一起去，那我們都講好了，那那個王光慈也會來辦公室嘛，那總統就準備好他的解職令，就可以拿出來這樣哈，所以並不像外界講的這個什麼總統在那晃啊，我們去衝撞啊都沒有哈，因為是馬總統帶着律師，帶着高華柱委員，帶着我，還帶着一個中間的這個退役國安少將，因為他是牽線的人之一了哈，就是因為那個蔡姓的退職人員是找了這個中將，這個中將是找了他的老師高華柱哈，好，我要問的就是你剛才也講說沒有遇到這麼多，是因為現在情況跟以前是不同的，社群媒體啊，什麼 AI 啊，什麼亂七八糟各種訊息，真真假假一堆哈。我還是好奇哦，你到底
過去這幾年就從這得罪了多少人？我看你把幾乎天下人都得罪光了哦。那你那個媒體好像對你也不友善，對不对？沒看你講的話就要斷章取義做個標題就笑你嘛。然後呢，幾乎所有的名嘴、所有的節目參加的人，綠營不用講了，就非綠營的也都對你沒有好話。然後呢，過去的部屬，馬英九的部屬等等的也，我看也是講了，你到底是怎麼回事？到底你有沒有想到這個事情到底怎樣？你要我講的話，應該講說我在做新聞處長開始啊，就已經開始得罪記者，就得罪了。現在有些老記者大概都心中還有一些疙瘩，好，他們都會笑我說我是中文新聞系老師，喜歡這個跟他們力爭，這個新聞的這個該怎麼樣？那其他的呢？你說像我也提拔了很多人，對不對？就是引進了那麼多的新人，但是我就是比較嚴格的要求在某些方面哈，譬如這個不能碰，那個不能碰，然後不要撒謊，不要做一些譁眾取寵的動作。你很難想象有一個曾經幹新聞處長的，這個其實我這個都是有道理的。我在政治圈能全身而退啊，就是說我自己有把握這些原則啊，我自身先要求你要律己以嚴嘛哈。因為新聞處長原來是在我總統選舉時擔任這個辯論小組的哈，那我在現場回去以後一看《聯合晚報》，他報這條新聞怎麼有上面有我沒看到的事情啊？我就去問他，他說這樣寫起來新聞比較內容豐富，我就聽了就昏倒，還新聞系畢業的，對不對？所以後來總統要找他進這個市政府的時候，我還特別把這件事情跟總統講說，總統你要找他我沒有意見，但是我要告訴他有這樣的一個事情。後來就出事了，後來我細節就不要再多講。總統就跟我講，你打電話叫他走人。所以我有個外號叫5年級殺手啊，他們給我取的。為什麼呢？這5年級犯錯的，你那時候去看看市政府有好幾個5年級犯錯的，犯錯的都是派我去請他走路的。你派去走路的話，你会有什麼好的？而且我派他走路，他解釋一堆，那我的個性就是事實就是這樣，老闆請你走路了嘛。對不對？那我的臉色自然是板着臉子去講的嘛，這個故事，反正我覺得，這個將來我寫書出來的時候，我要洗刷冤白的時候，我的故事都可以講出來。我能夠活到今天，然後這麼多人討厭我，但是我在議會的時候，曾經被民進黨議員罵說，今天你們沒有朋友了。我當場就回嘴說，我朋友不多，但是我好朋友很多啊，我交的朋友都是跟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嘛，那等一下再跟您講講，我看進廣告。所以一句話，我剛剛在聽這，你是一路走來得罪人始終如一，這不管在哪個位置上嘛。那從某個角度也是等於替馬英九背了這個所謂金小刀的名聲嘛，對不對？他是這樣，就是說我在教書的時候，沒有人會覺得我是那麼兇悍，或者是這麼敢衝的哈。我當在政大教書的時候，除了有一段時間有一學期這個因為婚姻的問題比較失意之外，其實我跟學員都處得很好的啊。那我覺得這跟我個性有關。我在這個從小到大，我就看不慣這種所謂的欺負弱勢的人啊，就是欺負人。所以我在有時候評論事情的時候啊，我搞不太清楚的時候，我的直觉我就選擇站在弱勢一方啊，再來看，再來討論，就先站在他們這邊來看，從他們的角度出發。那你說會得罪人，我自己心裡知道我得罪人嘛，對不對？但是那是角色問題，因為我以前在學校是溫和，我跟着馬總統做事沒多久，我就發現馬總統是溫和的，他需要一個不同的角色，我就轉換我的角色，我就把我的生命中，你要講說是游牧民族的那一面轉出來吧，好，所以我就開始朝這個方向去發展我的這個政治風格了哈。其實很多人私下朋友說你在台面上跟台下都不一樣哈，在這個台面上殺氣很重的樣子，台下都是您跟我在台下這麼多年，對不對哈？我也是不罵人，從不帶髒話，但是我開會有時候笑的時候，他們講說我越笑越可怕，這樣。我覺得可能還不只是態度問題了，就是說，第一個你可能擋了很多人的路，第二個可能很多的人的利益受到你影響，這個才是恨。這個是絕對有態度問題了。因為而且這個問題就是說不是一個人，我跟您趙先生講，他是一個團體，政治裡面都是一個幫派嘛，他一串
那我處理的一定是它的這個粽子頭。你把粽子頭一處理掉的時候，下面的就是一堆。那你想想看，你處理這麼多年來，我處理的大大小小這個得罪的人啊，一定是不少。不過還好啦，我古人有講一句話嘛，這個，橫眉冷對千夫眼。俯首甘为孺子牛嘛哈，俯首甘为孺子牛。不過這你平常不是你退休了以後去度假，那因為你現在剛好要處理這個事情，大家就有仇報仇，有冤報冤，通通下來了嘛。我那天怎麼會講說，我怎麼會報仇？你想想看，我為了這個蕭旭岑一路在替他尋工作，一路在挺他這個失落的時候，他是最讓我在政治的這個生涯中最訝異的，讓我。你想想看，他失業的時候，我很少向馬總統開口說幫誰找工作，因為我懂馬總統的個性嘛，馬總統認為大家都是幫他做事的，對不對哈？我就跟總統說，旭岑現在失業，總統是不是就一定要幫他找個工作了？那後來連續幫他找，轉來轉去，他當副秘書長，羅智強走的時候，也是我說那就請志強帶。我的問題還得罪很多人，我跟您講是在政治上，因為我那時候國民黨死氣沉沉，我提拔了一批年輕的人嘛。你回頭看現在這些新生代裡面的一批人，那你像這批年紀都比他們輕，但是職位都比他們高。我回頭來看，我要檢討，因為這樣的一個提拔方式，是不是會造成組織上的這個不順利運作？兩個啦，第一個你提拔年輕人是好事。但是稍微原來的所謂既得利益者就受到影響，而且他們年紀資深都比他們，這是一個嘛。第二個，被提拔這些年輕人，當有一天你可能對他們有什麼不同，沒有像以前那麼提拔了。比如說我提拔你3次，第4次沒有，我自己很清楚嘛。新黨我提拔多少人啊？全部都是幾乎有一大堆年輕人都是我提名的啊。但等到以後初選沒有被提名。光到法院告我的就10幾個啊，還不是你這麼落井下石，到法院控告我就10幾個啊。休息一下就回來。政治就是。好，馬英九的姐姐馬以南哦，她是我的了解是蠻積極的哈。那他說他因為我看那天這個誰啊，李德維嘛，說他傳了簡訊啊，不知道給誰了哈，哦，說給你啊，說叫你停止傷害馬英九哦。那後來你就說沒有，對不對？然後你說叫後來蕭旭岑說他也沒有傳，那李德維說有，那馬以南說誰有？他說誰有傳？李德維說有這個事嘛，有人傳給他，他沒有講誰了啊。後來馬以南就說，記者就問馬以南就說，他現在沒有收到法院的通知，如果出庭，他願意提供證據，提供什麼證據？到底怎麼回事？這就是這一次處理這個，我發現很詭異的事情。每個都說願意上法庭，哈，那我們以過去的經驗，這都是對方應該是不敢上法庭的，但這次每個都敢，哈，因為這個通聯記錄都可以調嘛。他後來第2段再出來就加了一個通話，你知道？其實馬以南在這個整個事情，不是他有還有一個傳送訊，甚至通話。對。那因為講的是傳送訊息嘛，可是他傳送訊息都是最近的事嘛，對不對？因為要傳這個所謂宣告、輔助宣告的這個事情，所以他不可能是去扯以前歷史。我大概在3月多的時候在家裡，他打我戶內電話，我接起來一次，他說我是馬以南，哎，我說馬大姐好，他一開始給我講不到2分鐘，他說你是不是都在糊弄馬英九？我一聽我說馬姐不可以這個樣講話哈，因為我那早上起來火氣很大，我說我就不要跟你談了，我就把他掛了。3月的時候跟這個事情無關。再來就是我沒有跟他有任何的通訊，其他的管道我都查過了哈，與我號碼有關的。昨天小董是說有沒有可能這個你打你舊的手機？沒有，我7年沒有換過手機啊，7、8年沒換過手機了號碼。沒有這個東西啊，其實你假設如果今天進了法院，是不是立刻就解決了？對，一翻兩瞪眼，一翻兩瞪眼嘛，所以就讓他講就來啊，對不對？我不好意思像一般人講一些什麼歡迎啊什麼的，不用。我覺得就是大家就是就事論事，就迅速解決，好，就是說希望他能夠迅速能把這個疑雲這個掃除嘛。而且是這樣，就他因為他這個聲明我看來是很模糊了。哦，到底你有沒有？有，沒有？斬釘截鐵，有就是有，沒有就沒有嘛。
他說到底這個事情，院道團提出證據協助林先生，那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呢？沒有。馬大姐這邊那天一個例子我來講，我不是在這個中傷馬大姐，因為我們那時候很緊張，到底馬大姐還是誰？有沒有到法院？到底誰去？結果去找馬大姐，結果說馬大姐回到美國，馬總統就在我們幾個人召集的周圍之下打了電話到給馬大姐，就馬大姐就總統問他就說沒有啊沒有啊，那總統就掛掉了，而且態度這個很強硬，總統說我只是調查嘛，你說沒有就沒有，我只是調查嘛，好。結果呢，第二通電話已經到法院查完，確定是他，又打給他，他怎麼說？他就承認了，然後就說意思就都是為你好。所以我覺得這以他的這樣的說法的話，他的可信度是真的是可以再觀察一下。再確定一下，他去法院提這個周美青到底知不知道？這個就是我剛剛講我的疑問嘛。不知道。所以我那時候我們大家一直希望馬總統趕快找到美青姐，要問他就是要這件事情嘛。對。好，那昨天你有說昨天下午你們要開董事會，對不对？就是我問說到最後要怎麼解決嘛？那你說董事會要決定，結果董事會昨天有決定沒有？告還是不告？還是和解啊？還是到底拖還是怎樣？已經大致決定了哈，但是還是因為總統有時候會想一下又有另外的想法，所以我們幾個因為跟着他團隊就決定了，啊，今天就先不要決定哈，就昨天不決定，昨天不決定，然後給他1-2天的時間。免得他中間萬一，因為他這中間其實有這個猶豫跳動過，啊，有時候想進法院，有時候想 A， 有時候想 B， 啊，有時候想 C， 好，那後來最近1個月是通通都是想到一個特定的 A 了，譬如假設 A。最近我聽他講話好像就是要法院解決法院解決，但是因為他可能還會變，他可能還會變，好，那 A 也有2種嘛，哈，用什麼方式去嘛，哈，所以他這個地方，所以像昨天他們說好，那就這樣，我說各位。總統讓他再思考思考，好，萬一他有一些想法，因為他有時候會受到一些這個資訊的影響嘛，這樣哈，所以會盡快幾天內這樣，OK。那外面都說是包括馬大姐說是你挾持馬英九，對，你糊弄馬英九，對不對？那所以馬英九都被你擺布，聽你的。那我今天請教你，如果你今天跟馬英九，如果跟他講，就不要到法院，這事情不要再講了。大家都很國民黨的基層都很關心，就算了，他會不會聽你？他會不會聽？你要我作為他的這個常年的這個部屬也好，朋友也好，好還當過同事嘛，哈，政大還當過同事，教授啊，哦，我對他可以說是互動這麼多年哈，那這幾個月互動，尤其是大概一輩子最長的哈，因為我還常去他那邊陪他吃午飯嘛，哈，看到他就是我就逗他笑啊什麼的哈。他的決定，他的這個會猶豫，跟他的湖南騾子的脾氣在哪些事情上，我多少能夠分辨出來。這麼多年的部屬嘛，就像很多秘書都知道老闆的這個身上哪一根骨頭硬，哪一根骨頭軟，同樣的道理。你要知道，我也跟他講過，我勸他，我說總統，那這個。基金會啊，你一直這個很愛這個基金會，但你遲早會年紀大，你有沒有考慮過啊？在1-2年，我當然要講1-2年嘛哈。你如果要退的話，你有什麼打算？他說基金會可以保留下來啊，找一個這個有聲望地位的這種德高望重的，像大學教授或什麼之類的哈，就來繼續辦。他說這是第一選擇嘛。那再不然，我說那實在沒有，那收起來也沒有問題。所以他不是說一直像一般這種人家講失智的，就會一直堅持說不行，這是我的基金會。沒有他，你主持不是你，我不知道算誰主持了。那個新台灣人基金會就捐給王建煊了嘛？對對，我捐給王建煊1000萬是吧？母親1000萬捐給他，王院長好高興啊。原來請我跟馬英九一起去他那裡這個捐贈儀式，結果因為碰到這事就暫停了。所以馬英九也同意，就是對不對？對，我當初最後一次要見馬英九，就是因為我第一次見他，告訴他我要捐出去，我說我都幫你除弊，沒有心力啊，哈，那我沒有什麼政治這種財界，那現在又是民進黨執政哈，所以募款是幾乎是不可能的哈。這個杜小月已經到頭了嘛哈，那他就答應我解除，我說我再來想捐給誰，我原來想捐給敦安基金會啊，或什麼基金會哈。哦，甚至我也想過捐給馬英九基金會，但是後來美青姐說這個不要再捐回給馬英九，這不好哈，讓人家講話。所以你看那時候我互動都還好嘛哈。
那但是後來我要第二次要見，堅持要見，就是要告訴他我決定了，還是見不到嘛。那見不到的時候，我就打電話，就托朋友講說，是不是家人要出來管？家人出來管，我意思我願意出來協助。家人不管，我說那我就不必多話。我從過去到現在都是這個樣子，就是只要牽涉到馬總統家人的事，我一向通通都是不參與。馬總統當年要辭黨主席的時候，吳敦義後來還罵我，你怎麼讓他辭黨主席？我就跟吳敦義講，我說這個敦義兄啊，只要碰到馬家人的事，我是不管的。好，那時候馬總統的確要打電話問我，他告訴我誰勸他要做一件，其中就是有家人嘛。那我說總統，裡面有你家人的意見，你就不要問我的意見了。好，我就不參與。結果後來被吳敦義罵說，你應該把他擋下來啊。但是這個是我們多年相處的模式，就這樣。所以你說我為什麼一定要下來呢？對不对？我覺得我不下來，我看到的馬英九就是他有不但是這個所謂健康惡化的危險，他更有將來負法律責任的危險，會被他們害，因為他們這種說法就變成做什麼事情都是馬英九同意的，他忘記了，所有責任都是他。不過我還是再回頭，就是說，因為他假定是你對馬英九那麼大的影響力哈，叫他做這樣的，還是講到影響力。對，你如果今天跟他講，有很多人覺得算了，這個事情不要再鬧，他会不會聽你的，還是他會堅持他自己的意見？我講過啊，我說總統，他們有說是不是就息事寧人了嘛？你有問他？我也問了，因為我們律師那天在討論也是幾種方案呢，息事寧人是其中一個方案嘛，對不對？可是你如果早一些開始，他們不是那麼凶，苦苦相逼，我覺得希望比較大。其實我也收到很多的这個訊息，說就像你的說法，用我的影響力去影響他。你記得我們有一段時間根本沒有讓馬英九露面，最後才出來的影片，因為馬太太跟我講，馬太跟我這個講說，盡量不要讓他出來露面了。所以他們每次馬總統說我要出來，都被我擋下來的。好，我說美清姐說你不要出來露面，盡量少出來露面。他說你聽他的還聽我的，對不對？那人家會說，哎，這又是失智症強暴，這個霸道什麼？不是啊，我跟他那麼多年，我分得出來是不是什麼是什麼，對不對？所以那我做這個常年部署的，我總是當然說總統聽你的啊，對不对？所以不要把我的影響力想這麼大。從過去到現在，你想想看，我也進出市府多少次？我當年的名言就是：這個幕僚是位置最危險的人。你要開除一個部長，你還要簽成什麼這些？幕僚是可以一句話叫你第二天就走路的人，對不對？接下來再回來。